装备制造从来就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充足的天然气，不再遥远的城际旅行，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舒适和方便。从海洋到陆地，再到每个家庭，中国装备制造的赶超之路，就是中国人日益追赶美好生活的富足之路。我们制造，推动繁荣和成长；我们创造，走向自立和强盛；我们前行，让梦想变成现实。大国重器。唐山地震遗址公园里的这座废墟，是当年唐车公司的贮钢车间。37年前的那场大地震，让工厂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技术骨干。他们用了几乎30年，重新积蓄力量。人才是追赶超越的基础。在中国，或许只有唐山最能体会人才之痛。在这个档案馆里，不仅尘封着唐山人曾经的劫难，也记录着唐山人的心声。这里珍藏着580本日记，这些日记是7年前中国派往德国学习动车技术的580名技术人员的学习笔记。他们已经成了中国宝贵的动车制造技术档案。学习、模仿，看似简单，但这是中国装备制造追赶世界的起点。在唐车公司的这间厂房里，中国的工人们正在用学到的技术制造运行最快的高速动车。这是专门为世界最长的高铁线路京广高铁制造的列车，车体使用的特殊的铝制合金，它能让动车更轻、更坚固，外形更完美。铝合金焊接是车体生产中最重要的工艺。这种焊接必须保证零缺陷，一条不合格的焊缝会让动车在高速行驶中开裂变形，甚至引发车毁人亡的事故。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就是不能再继续去焊了。孙彬彬正在给学员们教授的就是铝合金焊接技术。他是当年去德国学习的580名技术员之一。德国的那段学习，使孙彬彬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取得国际焊接教师资格的女教师。但是给孙彬彬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德国焊接教练的一场比赛。大多数人都指我那块板，说这块板焊得漂亮，然后特别美呀，我都觉得
比老师喊的还好。然后老师就是下一句话就是把它打开，就看内部质量。我就看了一眼它的，特别干净，就是里边是雪白的，就特别好，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我那个呢，就有一条黑线，因为这个黑线在铝合金底儿，其实就是未融合，就是一种特别严重的缺陷。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都觉得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了。在孙彬彬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教练特意把自己的焊接服送给了他。这套服装，孙彬彬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就觉得老师就是想给我上一课，告诉我就是焊接其实不是说你只是说让它外表焊得多漂亮，其实最重要的是内部质量。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就说真的是焊品如人品，要做到表里如一。回国后，孙彬彬也和他的德国老师一样，成为了一名焊接教练。铝合金焊接是制造动车的一项关键技术，需要大量的焊接工人。7年里，孙彬彬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为中国高铁制造业培养了500多名国际焊工。在学习到先进制造方法的同时，孙彬彬和许多中国工人一样，也学习到了一种严谨的制造态度。这种严谨的制造态度，或许比技能更重要。往前走，下。在高速动车的生产车间，这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一个情景。开工时要同时保证现场卫生清洁，不倒队，不迟到，喊话完毕。咱们的考试。工人们正在背诵的是岗位的工艺要求和操作流程。在这里，所有的生产都有一个标准的操作程序，每个人都必须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甚至是倒背如流。军事化般的管理，已经将中国工人严谨的制造态度融进了动车制造的每一个细节里。全球每年大约会有1300多亿美元用来采购轨道交通装备。在未来的5年里，中国也需要大约1000列以上的高速动车。没有哪个国家的制造企业能够满足中国这样巨大的需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自己。美国把制造业提到这样的认识，就是它是对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 security 安全至关重要的。所以一个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加强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是吧？我们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讲：装备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的脊梁。尽管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动车，但在关键零部件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国外的依赖。而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国企业秉承着一个信念，就是要老老实实从学生做起，从最简单的模仿做起。一丝不苟的模仿固定下来，变成自己的行动标准和行动要求。通过这个第2阶段的固化之后，形成了习惯化、灵活自如的应用。有了这第3阶段的灵活自如应用之后，它就可以去发现更多的问题，然后去优化它。通过不断的优化它，形成了一个不断的创新，这种文化。每一个岗位对整个动车制造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京沪高铁动车的车体已经完成，工人们要在车体内部安装上一套庞大的电路系统，它可以传输动力、
传递信号、检测运行状态，这相当于动车的神经系统。安装线路的程序十分繁琐，一列动车会用到100多种线材，线路总长度相加大约400公里。在德国，只有资深的技术人员才能完成。但中国的工人有他们自己的智慧，虽然普通，但极其实用。他们制作了一个操作手册，把这个复杂的过程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步骤，每一个步骤做了详细的描述，什么样的线头，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甚至是剪线的动作都做了规范。当时我把这个手册无意间，西门子老师看见了，老师说了一句话：“这个我要拿回去，拿回到我们的公司，我要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干的。”就是这会儿他们对咱们特别服气，就是我。高向丽和徐淑玲的工作是为动车驾驶室接线。一列动车有5万根线，10万个接头，这些都需要接线员手工完成。接线员全部是年轻的女工，她们心思缜密，比男性更适合这项工作。工作时，她们必须全神贯注，每工作30分钟，就要闭目休息2分钟，而且周围1米以内不允许有其他工种作业。一根线头要经过5个检测环节，最后还要通过系统调试确认后才算合格。接线完成后，他们要挂上自己的记名签，记名签将永久地和这根线卡在一起，直到机车退役。这种严谨的制造态度已经被固化下来，变成了中国工人的工作习惯。3年来，高向丽和徐淑玲都做到了连续接线6万根无差错，他们的几十名工友也都达到了接线1万根无差错的水平。同样的严苛，在每一个工种都能看见。这些质检员正在监控动车下部一个制动阀的安装。通过监听声音，他们就能初步判断出安装是否合格。就像接线工人一样，他们都要在自己组装的部件上盖上自己的印章。印章代表着一个生产者的责任。就质量强攻，搞规模扩大，搞投资效益很容易，我有钱就能办到，盖大厂房。买设备你可以干，但是真的要做到你质量能够处于完全可控，而且严格控制情况，而且确实能够树立质量诚信、质量高水平、可靠性高水平，这不是1年2年的事。苏建正在为动车安装制动风管，这是车辆制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控制着列车的安全运行，需要在完全无尘状态下工作。即使一颗微小的沙粒，都会导致动车制动失灵。刹车管在安装之前，苏建必须保证每根制动管的内壁绝对清洁。他要把清洁海绵放在高压喷枪里，高压器会把海绵从制动管的一端推动到另一端，同时灰尘和杂质会被海绵带出。一根制动管的清洁要重复多次，直到海绵从制动管中喷出后，仍然保持洁净的白色，才能合格。对苏建他们来说，仅仅学习到精益制造的理念还远远不够，因为总有一些技术必须自己去摸索、去突破。根据设计要求，苏建要将制动管弯成各种形状。制动管的管壁最薄处只有1毫米，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
这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目前最完善的加工方法。最初，这些制动管全部由德国的工厂加工，而且德国的公司不愿意转让这种加工技术。每列动车组有1000多根制动管，每根制动管平均有6个弯，最多的超过15个弯。2年多的时间，苏建采集了几乎国内外所有不同厂家的14类、22种型号的原料，进行了4500多次试验。苏建已经成为最了解他们的人。所有的这个管材呀、管件都有布料号，这上万种这个零件都有唯一的对应的一个布料号。现在都是说我们网管的基本上，打到啥呀，这布料号交出来之后，我都能知道这根管是多粗的，然后这个管大致有多少个弯，大致形状，而且知道是哪个车的哪个部位。苏建把自己弯管的经验写成了12000多个数据，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套制动弯管软件。现在无论多么复杂的超薄管，在苏建手里都能像拉一根面条那样易如反掌。这是中国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智慧。产品本土化的改造提升，是中国企业必须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后面还有2辆车是吧？孙邦成是最新一代动车的总工程师，今天他要对这批即将完工的动车进行系统调试。这列动车就要行驶在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线路京广线上，无论从外形还是一些细节上，都已经和德国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多变化。来自德国的动车技术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中国跟老外的运营环境不一样，都需要进行完善，就是这种细节都是很多，一看很简单道理，但你要把它搞透搞明以后，你需要动很多脑筋。这个试管是吧？试管在德国的设计图纸上，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留了很大空隙，以保证列车转弯时相邻的2节车厢不会发生碰撞。但这种设计并不能适应中国的路况环境。经过运营距离2298公里，沿途经过多种复杂地形环境，南北温差将近40摄氏度。按照德国的设计，动车高速运行时，2节车厢之间的空隙就会形成空气漩涡，会产生巨大的阻力，需要耗费额外的电能来抵消阻力的影响。中国必须对这一设计进行改进。研究人员制造出了用橡胶做的连接风挡，这不仅使动车每一节车厢之间的缝隙尽量缩小，几乎连成一体，而且由于橡胶原料具有较好的伸缩性，列车的曲线运行变得更加灵活自如。这一改进使动车组至少减少阻力5%以上。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举杯，为长车最好的朋友威斯特博士，为我们伟大的友谊，为这是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西门子公司动车项目的总协调人威斯特明天将离开中国。威斯特在中国生活了6年，在他看来，这些曾是学生的中国工人已经日渐成熟，这里已经拥有相当数量世界级水平的生产者，有了中国自己的接线大师、焊接大师、测试大师。2012年12月，京广高铁正式通车，这是世界上运营距离最长的高速动车组，已经成为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的列车。动车最初的设计者德国西门子公司，并没能将蓝图变为现实，
中国的制造者们，却用学习到的精益制造理念和更为质朴的实践，实现了这个梦想。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上万公里的高铁里程，中国正在以这样的速度追赶和超越世界最先进的制造技术。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Guck mal, der dreht sich ja rein. Sobald er was macht, der dreht sich ja rein, weil ich ein schrägverzahnetes Zahnrad habe. Ich habe kein gerades. Weil mit dem schrägverzahnten, der läuft mir immer wieder ins Plus. Genau, jetzt Plus, ne? Nicht so, so. Ja. 这是一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机床生产企业。舒尔茨和罗泽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刘海旺一起抢修一个重要的机床零件。这是加工船用螺旋桨大型铣床上最重要的部件——白角头。因为它的故障，生产螺旋桨的那家中国造船厂已经局部停产。舒尔茨和罗泽是德国科宝公司的服务工程师。8年前，中国的北一机床全资收购了科宝公司，舒尔茨和罗泽也成为了这家中国企业的技术人员。科宝是德国一家拥有近100年历史的装备制造企业，它的重型龙门数控机床技术水平世界第一。顶尖企业，非常知名的。这个知名我们是通过什么来着？我们通过我们日本的合作伙伴，他们很认同科宝公司。你说你们和科宝公司来决了，他说：“哎呀，那就是一流的企业。”而不是通过德国人自己说的。舒尔茨修理的白角头是由德国科宝公司进口的。以前，要想修理白角头，都必须运回德国，极为耗时。现在，舒尔茨他们在北京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试一下吧，顾大，试一下。在另一个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调试一台大型高端数控机床。这台机床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白角头，它的制造技术此前只有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几家公司掌握。这个黄色的部件是机床的滑枕，它可以按系统指令自由移动，白角头将被安装在它的下方。机床被称为制造之母，而白角头则是高端数控机床的核心部件。它就像数控机床的关节，可以驱动刀具加工出各种形状复杂的零件，比如大型水轮机叶片、大型舰船的螺旋桨。由于这些零部件大多被用于军事、能源等非常规领域，因而白角头的加工一直都是全球机床厂家体现技术实力、达到高端制造的标志。直到今天，白角头依然是机床厂家想要攻克的技术难关。刘海旺是这家企业里少数能够完成白角头维修调试的高级技师之一。这个白角头的价格远远超过同等重量的白银。白角头所以能做出普通机床难以加工的部件，
秘密在于它内部以特殊方式集纳的500多个能互相配合运转的零件。这些零件的安装精度误差要求控制在1毫米以内，不到头发丝的1/8。在白角头狭小的空间里，如果控制不好零件之间的间隙，刀具就无法工作。这只能凭技术人员的经验和感觉，即使在德国，也只有几个人能够熟练掌握这项安装技能。您看这个头并不是很大，但里边有500多个零件，它的零件也不是说都很小的，有的很大，那怎么办？它就是需要你正确的安排它的空间。如果我们增加一样东西或者减少一样东西，会非常难。这个空间安排，包括它的功能实现，都需要考虑得很清楚，才能把它嵌入进去。今天的工作并不顺利，组装好的白角头不能正常运转，刘海旺只好将白角头拆开，查找原因。反复测量后，刘海旺判断这是因为几个误差超标的零件所导致。刘海旺在误差出现的地方标记上需要修正的数据，这个零件将被送去修正后再重新安装。在这台高端机床上，需要尖端工艺技术的不仅仅是白角头，机床的导轨也同样需要极高的安装精度。工人们正在加工安装重型数控机床的导轨，它有34米长，由4条导轨拼接而成，每条导轨之间的接缝必须保证平整，这需要极高的加工和安装精度。工程师张启新和邢超正在对导轨的平直度进行检测，要保证几百吨重的机床平稳运动，导轨的拼接精度必须小于一张打印纸厚度的1/5。机床在拼接导轨上30米的行程中，平直度误差必须为0。这个薄薄的金属片叫鳃齿，鳃齿的厚度只相当于成人头发丝的1/5。鳃齿不能插进导轨的接缝，导轨才能称得上是严丝合缝。而这项技术的实现，也是德国人在并购后转让的。中国的这个本部和他那个公司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通过我过去跟他们合作也开发，或者是请他们过来参与我们的开发。总的来看呢，把这个阔宝这个品牌用得挺好，把北京的中国的这种制造的这种能力的优势得到了发挥。这家中国企业的又一台大型高端数控机床刚刚下线，工人们正在连夜加班装箱，准备交付欧洲客户使用。跨国并购帮助企业快速实现了技术的赶超，同时也触发了市场利润的飞跃。收购德国科宝之后，中国企业拥有了科宝在欧洲市场的销售渠道。现在他们在德国也已经开始销售中国制造的机床。而科宝也依靠中国的庞大市场，实现了全球年收入每年40%的跨越式增长。强强联手，是一条通往世界工业制造第1集团军的捷径。他的人呢，大约是400多人，发展到现在，他的年销售收入1.4个亿欧元，翻倍了，他的人也翻倍了。科宝的地方政府很感谢，
因为对它的地方政府来讲，更多的人员就业。还有一个对北医的意味在哪儿呢？我们收购了3年以后，科宝产生的利润就超过了我们当时买它花的钱了。Nach der Übernahme ist sehr viel investiert worden in Coburg. Es sind neue Hallen in Coburg gebaut worden. Es ist das Personal in Coburg vergrößert worden. Es ist der Umsatz in Coburg vergrößert worden. Damit hat Waldrich Coburg profitiert davon, dass man so viel investiert hat. 这是远超过一般尺寸的机床刀具，要想更换这样的刀具，至少需要3个人来完成。工人们要将刀具安装在这台体型庞大的机床上。这是中国企业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超重型数控龙门躺洗床，它专门用于加工世界上最先进的核电机组部件。当时在我们进行这台床采购的时候，国内没有这么大型床的，据我们了解，最大的就是5米到6米这样，而远远满足不了这个加工。基于这个条件，我们当时特殊采购了这么一台专门用于核电 AP 1000加工的一个大型的龙门加工中心。并购科宝后，中德2国的工程师开始了更深入的合作。他们运用最先进的机床技术，制造了这台世界上最大的超重型数控机床。在白角头的帮助下，它可以把一个篮球场大小、重量将近300吨的部件加工成任何形状。今天负责生产的技术人员要操作这台机床，加工世界上最先进的第3代核电机组部件。它必须保证加工过程万无一失，否则价值上百万元的工件就会报废。由于采用了最先进的润滑和驱动技术，机床在承载相当于500多辆家用轿车重量的情况下，仍然能进行极为平稳的运动。凭借机床的这些优异性能，技术人员可以把加工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我把它归结出一条发展之路，就通过国际并购来，不仅掌握了它那块市场，它那块品牌，并且能够掌握核心技术。这台拥有了当今世界最先进技术的机床，集中的是2个国家研发创新团队的力量，用最短的时间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开了融入全球的脚步。仅最近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就已经并购了30多家全球一流企业，掌握了几十项世界一流装备核心技术。跨国并购让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这里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重要城市。黄浦江两岸集中了中国1/3的造船企业。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建造难度最大的特殊货轮 LNG 船，它是运送液化天然气的专用船舶。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极度危险，货轮制造难度极高，因此被称为世界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现在这艘船的建造进行到了最后阶段，
在运输船的内部，工人们正在进行阴瓦板的焊接。阴瓦焊接是 LNG 船建造中最难掌握的工艺，也是这艘 LNG 船最大的建造难点。周丽芬就是这艘船的阴瓦焊工。最难的是一个转角的地方，它并不是平的、直的，它是有角度的。角度大一点还好烧，也角度大很小，你就很难烧了，因为手有时候伸不进去呀，或者眼睛看不见呀，这样子的。现在已经是阴瓦焊接高手的周丽芬，10多年前从陕西渭南来到上海，和这些年轻人一样，开始学习焊接技术。因为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跟我们说过了，做这个东西的话，有可能会比较辛苦，然后比较难培训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培训的过程当中，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个培训的时候，因为以前是有淘汰制的嘛。在没有生产任务的时候，即使是周丽芬这样熟练的焊工，也需要经常进行训练。因为阴瓦板最薄的部位只有0.7毫米，极易焊穿。周丽芬要确保每一条焊缝绝无泄漏，同时要控制焊缝的温度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否则就很可能会引起阴瓦板下面木质的绝缘箱燃烧，造成货舱起火。工程总负责人王勇每隔几天都会到现场了解施工情况。目前，中国只有这一家企业可以制造 LNG 运输船。这是中国生产的第6条船。2012年，全球近100艘 LNG 运输船订单里，中国企业得到了4艘船的订单，而制造能力更强的韩国获得了90艘船的订单。这样一艘船一次就可以运送足够全上海市使用1个月的天然气。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 LNG 运输船来满足对天然气的巨大需求。10年前，中国的这家船厂放弃最赚钱的低端散货船生产，投入巨额资金，开始 LNG 船的研究和制造。假如我们要造散货船，要造其他的常规船的话，有些船毛利都达到50%，可以说应该讲是这种，我们当时讲可能是这种暴利的，但是我们还是亏损，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LNG 运输船有着极为复杂的气体管路，每一条管路都关系着整艘船的安全。建造 LNG 船对中国来说，并非仅仅为了高端制造。这种运输船是世界上建造技术要求最高的民用船只。一艘运输船必须保证安全的使用40到45年。近半个世纪以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13家船厂能够掌握建造技术。要想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不依赖租用的 LNG 船，中国必须拥有建造能力。日本对我们封锁，不肯跟我们合作，那么韩国对我们更加封锁。当时那个韩国人很不客气，他说：“你们知道什么叫 LNG 吗？”当时就说这个话，我是带了几个人去，当时我们当然听了是很不舒服了。一艘 LNG 船的建造需要有几千名熟练的技术人员才能完成。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制造业的人工成本高，一些成熟技术开始向外转移，这使得中国得以从法国大西洋造船厂购买到了 LNG 船的制造专利。但只卖专利技术和图纸的模式，让购买了造船专利技术的中国制造企业依然面临重重难关。
到欧洲去他也不让你看，欧洲只是让你看个大的船，但是这种细的部件是不让你看的。后来我们自己研发，我们自己做实验。这些技术资料都有，如何把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无非这个关键怎么突破。你想突破，真想突破，还是假想突破？我说一个真假性的，真想突破，时间会多花1-2个就突破。中国人不笨啊。中国的 IONG 运输船制造从一开始就针对一些重要的环节寻找突破点。英瓦焊接就是中国高端造船追赶世界的一项关键技术。在焊接第一条 IONG 船的时候，一个货舱需要3-4个月时间，现在熟练的焊工只需要20多天就可以完成。周卫慈正在焊接货舱阴瓦板的大构件，只有3毫米厚的阴瓦板大构件焊接后所能允许的变形度，必须控制在0.7毫米以内。有一个产品，它是3毫米的薄板对接，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是有点考虑也不是很周到，然后拉上去就焊了，然后焊完一看，哎呀，这个变形真是一塌糊涂，根本就是个废品。然后我们想，哎呀，怎么办？每出现一块废品，就意味着价值像黄金一样昂贵的材料打了水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周和同事们设计出了这套装置，将阴瓦板用铝板压好压平，采取分段焊接，终于克服了焊接变形的技术难关。这批年轻人正在接受全面的阴瓦焊接技术训练。在这之前，他们必须从没有接触过焊接，因为白纸一样的经历更有利于学习这种世界上难度最高的焊接技术。在这个目前国内唯一的专门培训阴瓦焊接工人的培训场里，淘汰率很高，每8个人当中只有1人能最终成为合格的焊工。IONG 运输船是世界上造价最为昂贵的一类货船，仅仅培养一个熟练的焊工就需要花费30万元人民币。在拿到世界最高等级的法国 GTT 专业焊接证书之后，他们才有资格进入货舱焊接。我们国家有一种偏颇，比较重视高学历，而不那么太重视高技能的培养。但是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强国，专门制造业的强国，如果只有这种所谓的研发方面的高端人才，那是成不了一个制造强国的。因为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它都要通过高技能的人才把它制造出来。今天，技术人员要对货舱进行检测，主要是货舱的密封性。每一条焊缝都要经过9道工序的严格测试，哪怕一个针尖大小的气孔，都可能因为天然气泄漏而引起剧烈的爆炸。这样一艘船爆炸的威力，相当于60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借助工业听诊器，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能凭声音检查出肉眼无法观察到的焊缝缺陷。每个货舱都需要4个小时的精细检测。检查完拥有4个货舱的 IONG 整条船，对检测者的耐力、体力、责任、经验都是极大的考验。7月是上海最炎热的季节，完成检测的货舱必须马上进行清理。每个进入货舱的清理人员都有一套严格的动作流程必须遵守。毛巾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佩戴的。
因瓦合金非常娇贵，常温下接触到水或油，哪怕是一滴汗水，都会造成生锈而报废。毛巾就是为了防止汗液滴落在阴瓦上。每个人都要戴上手套，避免直接接触阴瓦，造成阴瓦生锈。清理完毕后，整个液货舱将被彻底密封起来，防止外界空气里的水分对阴瓦板造成影响。安迪·希勒有着丰富的指挥 LNG 运输船的经验，在这里，他将和船员们一起熟悉这艘新船的所有装置，为即将开始运输做好准备。I believe the tug is actually going to follow. She's a very technically advanced ship. Although natural gas is quite dangerous, we carry it in such large quantities under such well-protected environment that we in the industry have never had a serious incident. So this is a fairly safe trade to be operating. 2012年7月，由中国建造的第6条 LNG 船已经完工。这艘船迎来了它最紧张的时刻——试航。现在，沪东中华已经能够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LNG 船。第1条船，他们几乎用了7年时间才研发建造完成。今天，有完整的自主技术平台支撑，建成一艘 LNG 船只需要2年。中国用20年的时间，摘下了世界造船业那颗最亮的明珠。这庞大的船只，见证了中国人追赶世界的速度。这里是春晚中